3日未眠，你要熬死自己。对不起。满意了。你为什么非要逼我？非要看我溃不成军的样子是吗？谢燕来，将我的冷静自持踩在脚下，你就开心了是吗？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敢闭眼吗？因为我一闭眼，就是我阿娘临死前的样子，还有我阿爹咽气前都不曾瞑目的模样。你要我如何面对？如何不恨？如何不痛？是你，他本来可以活着，哪怕苟延残喘，至少他活着，至少他是我爹，我不是个孤儿。是你这个杀人凶手，我娘死在我眼前，你又害死了我爹，是你！阿昭，这才读了多久就坐不住了？那密密麻麻的字，看得让人头痛。阿爹，我们来聊聊天吧。聊什么？再跟我说说我娘的事情呗。伤着没有？喜欢吗？参见女将军。我好想你们。丫头，我知道你不想听我解释，但是这样对阿九不公平啊！人人都说你阿爹是大楚战神，从无败绩，只要有楚灵在，边关便永保安宁。但是你阿爹也是人呐，他也会受伤，他也会有生老病死。3年前，界河一战，你阿爹身中毒箭，危在旦夕，阿九在那个时候才掏出这碗丹药。这剑去了寿墨的剧毒，可有剑法？剑毒已入体，我先清理毒素。但将军必须好生休养，不能再上阵厮杀，否则这残余毒素会扩散全身，神仙难救。
洛城距离楚都已不足100里。当地的世家大族限期3日之内前来拜访，我会应允他们，此城池交由他们的子侄来管理。当然，拒绝听命的，你知道该怎么做。世子放心，宁先生已经给了沿途世家的名单，保证他们一个也跑不掉。前方还有多少兵马？军中有将近2万驻兵，楚都也正出兵驰援，但并不足畏惧。若他们反抗，便一战击溃，就可以长驱直入楚都。另外，还有几件事。说，长公主孤身入萧南王府，以世子性命，要挟王爷退兵。哪怕是不知道，无情最是帝王家，什么父子，什么亲情，都是权力斗争可以牺牲的筹码。他竟妄想以此来要挟父王。楚都密报，谢艳芳已拟好楚岚满门问罪的圣旨，却压着没有发。好一个无情无义的谢三公子啊！阿昭怕是信错了人。楚灵一死，便立刻拿楚家祭旗啊！另外，我还有一事。哦，楚岚一家失踪了。好了。那正好。若是楚岚尚留在楚都，我们反被掣肘。哼！不过靠楚岚那个草包自己能逃离楚都，定是楚昭暗中安排。那我们这个筹码拿在我们手中最好。传令，封锁所有要道，务必抓住楚岚一家。是。大人，萧南王的兵马离楚都不足100里，途中的百姓盲目加入，恐生事端。之前派出去给萧巡宣旨的大人呢？那位大人至今杳无音讯。谢艳芳猜的没错，传令信兵是假。看来萧巡要借此事硬闯楚都逼宫了。萧巡沿途散播谣言，声称奉诏进京擒王，他分明是借机煽动民意，蛊惑人心呐！最怕的就是这，都城中的百姓也被其蛊惑。太傅大人应早做打算，倘若任其继续蛊惑民心，大人，大人。此番多方势力争斗啊，没料想受益最多的竟然是长公主。于累累尸骨之上成就长公主美名，也不知道那楚将军泉下有知，是否应该感到欣慰呀？我父亲欣不欣慰，就不劳王爷操心了。王爷时隔多日，再请我来，是不打算再留客了？哎，本来呢是想请长公主多留些时日，以尽地主之谊。可是如今这大楚这天下，它离不开长公主啊。王爷说的是，那便多谢王爷的款待。希望日后还能有机会来这萧南王府转一转。长公主莫不是忘了？这朝廷啊，已经封本王为郑国王了，持金玺绶带，享诸侯王权，所以这萧南王府也该改为郑国王府了。哎，不过这件事情上啊，这个谢艳芳倒与长公主不谋而合。说来也有趣，这谢三公子10岁的时候博弈之术便冠绝天下，故意输了50手，就为了最后一招屠龙，以区区残骑杀得他恩师是片甲不留啊！彼时的一桩奇谈可是传遍了整个的大楚。哎，谢小将军，你没有跟长公主说过吗？你兄长最厉害之处，就是让所有人都以为自己才是掌控棋局之人。看似你我相争，其实人家谢家才是执棋者。
王爷今日话多，莫不是舍不得本宫走？哎，谢小将军，你的兄长现在在楚都，莫不是？我不是谢家之人，我也没有兄长。看本王这记性，差点给忘了。当年谢小将军是连族谱都进不了的，同父异母的兄弟，一个在太极殿挥斥方遒，另外一个在边塞茹毛饮血，人生截然不同，当真有趣啊！王爷慎言。哎，长公主莫要动怒嘛。本王就是好奇，同是谢家人，你为何不选择一个给你助力更大的呀？毕竟没有谢三公子的默契配合，你的计谋是成不了事的。不劳镇国王操心，本宫祝王爷身体康健。毕竟，要再培养出一个合乎王爷要求的世子殿下，并非易事。长公主此番能顺利与萧南王议和，全赖太傅那道圣旨。如今他亲至府上致谢，可见他已明白，若无太傅助力，他寸步难行。殿下既知太傅之能，此番是好，怕是有意结盟。权力不握在己手，终是虚妄。楚灵一死，云中郡便是群狼环伺了。纵使有钟长荣坐镇，朔漠、萧南郡都在虎视眈眈，岂是区区一张盟约能够约定的？当初谢艳芳退回我的调将文书，他却在解围萧南郡中夺占了先机，获得了最大的好处。如今局势变更，与谁结盟，都得三思而后行啊！长公主真是带坏了楚都贵女了，让几位女子抛头露面，还要搞什么楚人文会，真是可笑至极。哪位正经的读书人会去啊？景公子说话可真有意思。只许你们男子吟诗作对，就不许我们女子办文会了？莫不是怕被我们小小闺阁女子比下去不成？你竟口出狂言！景公子，我们办文会是为了有志之士可一展才学，而不是像你和你这些同窗一样，只有无能之辈才会在背后诋毁他人。才学的事儿，你偷不来也抢不走。你在这说大话没用。好，那今日不妨我们就来比比，让大家都来看看你到底是不是读书人。好啊！但若你输了，便不得再对我们文会有所诋毁，更不许阻拦别人参加。比就比，小小女娘如此猖狂，那棋艺、书艺以及才艺，还请景公子不吝赐教。阿汤，你的棋艺到底行不行？之前同阿江姐姐学过些许，对付她足够了吧？你跟女子学的能学到什么？啊？还要继续下吗？会下棋有什么了不起？都是你们小女娘们打发时间的小游戏吧。就是，我们比书艺，我的